最近看了很多酒的书籍，我是越看越馋。但凡看到不同风格和工艺的酒品，我心里就痒痒。像书中记载的金盘露、白欧波、青乌底、秋露白等等等等，光听名字都直流口水。遗憾的是，这些酒基本现在都没有了。中国自古就有用草本植物结合作曲的传统，可以让酒体口感更加丰富。我之前尝试过用灵芝、人参、枸杞等做露酒，口感的确增味不少。现在依然有些酒企在用更科学的方式传承和创新草本酒，就像这款毛铺紫荞酒，就是融入了苦荞麦、葛根、枸杞等5种草本精华的活性成分。活性成分和酒体融合，让这款酒在保持传统白酒口感的同时，在人体中的代谢也能更快，以此达到减少人体负担的目的。这款酒融合四川宜宾的浓香、贵州茅台镇的酱香和湖北黄石的清香3种地标原酒，三香以黄金比例融合，喝起来口感层次很丰富，入口顺滑，而且酒体细腻，前中后口的滋味都非常雅致。过年时候亲朋相聚，喝它就非常合适。这几年泡酒的水果基本都试过了，好喝的也分享给大家了。今年下半年再尝试一些水果发酵酒，明年计划再复刻一些古代有意思的酒。有什么想让我复刻的，欢迎评论区告诉我。最近看了很多酒的书籍，我是越看越馋。但凡看到不同风格和工艺的酒品，我心里就痒痒。像书中记载的金盘露、白欧波、青乌底、秋露白等等等等，光听名字都直流口水。遗憾的是，这些酒基本现在都没有了。中国自古就有用草本植物结合作曲的传统，可以让酒体口感更加丰富。我之前尝试过用灵芝、人参、枸杞等做露酒，口感的确增味不少。现在依然有些酒企在用更科学的方式传承和创新草本酒，就像这款毛铺紫荞酒，就是融入了苦荞麦、葛根、枸杞等5种草本精华的活性成分。活性成分和酒体融合，让这款酒在保持传统白酒口感的同时，在人体中的代谢也能更快，以此达到减少人体负担的目的。这款酒融合四川宜宾的浓香、贵州茅台镇的酱香和湖北黄石的清香3种地标原酒，三香以黄金比例融合，喝起来口感层次很丰富，入口顺滑，而且酒体细腻，前中后口的滋味都非常雅致。过年时候亲朋相聚，喝它就非常合适。这几年泡酒的水果基本都试过了，好喝的也分享给大家了。今年下半年再尝试一些水果发酵酒，明年计划再复刻一些古代有意思的酒。有什么想让我复刻的，欢迎评论区告诉我。这是8块多一斤的洛川苹果，如何能做成销售78元的起泡酒呢？第一步，榨汁。将清洗干净的苹果切块后，用榨汁分离机榨出苹果青汁。苹果很容易氧化变黑，最终的酒如果发黑，那就不值钱了。于是我借鉴葡萄酒的工艺，加入最低用量的2氧化硫，颜色立马就漂亮了。第二步，发酵。加入苹果起泡酒专用的西达酵母。其实以苹果为原料的发酵酒也叫西达酒，酒精度一般6、7度左右，又分有气泡和无气泡2种。通常有气泡的话，2氧化碳的刺激会让酒体层次更加丰富，所以这次我做有气泡版本。最后进入10多天低温缓慢的发酵阶段。第三步，过滤。最终的酒体清透才会更漂亮，所以我加入葡萄酒沉淀常用的皂土。10多天后过滤出上面的清澈液体，但这时候的酒体是没有气泡的。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第4步，二发。通过手动打入2氧化碳或者2次发酵，都可以增加酒体里的气泡，口感区别也不大。但二发的工艺可以让气泡的持久性增加很多。二发说白了就是让酒液里残留的酵母和新加入的糖继续反应，从而产生天然的2氧化碳和微量酒精的过程。封盖后再次等待半个月，就算制作完成。我们开封品尝。满足了视觉和听觉的享受，但没有满足味觉，因为苹果的滋味和香气较淡，导致2氧化硫的滋味完全遮盖了果香，满口的化学刺激，非常失败。但如果不加2氧化硫就会发黑，怎么办呢？反正加硫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，那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的不加硫试试了。于是我不加2氧化硫，又做了一份。很多事情只有尝试了才知道真正的结果，预判往往不准。就像这次，原来担心的黑色都藏在了果泥里，真正的酒液却是透亮的。我们来对比一下最终酒体的颜色，几乎相差不大。2个多月的时间总算没有白费。品尝一下，气泡和酸爽打开了口腔，淡淡的果香伴随着苹果的酸甜在口中漫游。后口略显单薄，
但苹果香瞬间会回味到鼻腔中，天然舒适，非常惊喜。这瓶330毫升的，我觉得卖28还算合理。为了丰富口感，我们增加一些难度，复合酿造。把8块多一斤的苹果和6块多一斤的蟠桃一并榨汁，同样的方法做一瓶蟠桃风味的西打。2个月后开封，开盖的瞬间就能闻到蟠桃的香气，仿佛在《西游记》里参加天宫的盛会一般。喝起来，苹果香和酸甜是酒体的基础，桃香丰富了酒体的滋味。从水果里提取的天然香气，加上酒香的滋味，真是世间最美的相遇。但即使这样，这一小瓶我觉得也就卖38元，怎么才能卖到78呢？我按照香槟的配置，首先增加到750毫升的大容量，再压上香槟盖儿的塞子，拧上铁环，封上铝帽，最后贴上标签。在各种香精勾兑都能卖60、70的时代，我觉得这个卖78应该会畅销吧。几个月前，我用伏特加冷萃绿茶，然后做浸泡了8种水果的实验，今天开封。先来荔枝的，因为荔枝的味道相对浓郁，绿茶就相对较淡，所以品尝起来绿茶的滋味并不明显，整体不如红茶荔枝的好喝。哈密瓜和滇木瓜水果香气比较淡，浸泡出来果味遮盖不了酒味，滋味一般。或许度数再低点，浸泡时间再短点会更合适一些。青提自身有一股独特的常说的阳光玫瑰的滋味，我之前试验过几次都没有成功，这次也一样。或许青提跟葡萄一样，发酵工艺会比浸泡工艺更容易释放香气。桃子跟青提一样的问题，香气不明显，可以说桃子的香气还不及上次蟠桃西打酒里桃香的1/10好呢。绿茶滋味会丰富胭脂梅的口感，但个人感觉梅子还是得清香酒浸泡才会有穿透力。这种没有那股一爽到底的穿透力的话，总觉得少了点灵魂。蓝莓其实没有明显的蓝莓味道，但却有一股很多水果的果甜感，整体饱满，小小的意外。大一点的意外是橘子，橘皮呈现着清新的香气，橘子的汁水感遮盖了酒精的辛辣，茶香无时无刻都在唇齿间游走，是这批酒里最好喝的。最后把橘子和蓝莓装小瓶留样，其他的就不要了，空出来瓶子继续实验。